千古神器多生于乱世，以往我们过于关注兵器的锋锐，却忘了执剑之人的勇武以及铸剑师的辛劳。今天就为大家揭秘冷兵器背后铸剑之人和执剑之人的神秘过往。欧冶子是一位百年难遇的铸剑奇才，揭开了冷兵器的序幕。他一生铸剑无数，留下了许多关于名剑的传说，最终却死于铸剑。欧冶子的人生都经历了什么？又是什么剑让这位铸剑大师耗费心力而死的呢？百兵之君的剑在古代十分受欢迎，不仅实用，而且美观。上至九五至尊，下到四处奔走的商贩，都以佩剑为美，以拥有宝剑为荣。但是一柄宝剑是十分难求的，更别说一位厉害的铸剑大师了，那都是百年难遇的香嬷嬷。而欧冶子却恰恰是其中的 No.1。 我们的传奇铸剑大师欧冶子虽生于乱世，但他却成为了古代铸剑师的鼻祖，当今龙泉宝剑的创始人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在欧冶子小时候，他便从自己的母舅手中学会了冶金的技术，走上了铁匠的道路。一开始，欧冶子也只是冶铸一些生产工具，像什么铁斧和铁锄之类的。但是兴趣上头的欧冶子并不满足于只是制造一些农具，于是他开始刻苦研究冶炼技术，通过对铜和铁这两种金属的彻底研究，发明了嵌字密和淬火术，成功锻造出历史上的第一把铁剑七星龙渊。从此，铁制冷兵器的历史便开始了。欧冶子的锻造技艺在当时那是没得挑的，这家伙连当时著名的铸剑名谱黄白诀都看不上，因此许多有权势之人争相和欧冶子约剑，希望他能为自己打造出趁手的神兵利器。比如欧冶子曾在巅峰时期为越王勾践铸造了5把宝剑，叫做越武剑，分别是纯君、于长、圣耶、巨阙和战卢。这5把剑都有各自的传奇故事，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，因此这5把神剑也成了欧冶子的化身，让欧冶子名声大噪。之后又为楚昭王铸造龙渊、太阿、工部3柄宝剑，自此成为铸剑师的鼻祖。欧冶子铸的剑以战卢剑最为有名，被誉为天下第一剑。春秋时期，欧冶子的老板越王命他为自己铸剑，于是欧冶子就带着自己的老婆、女儿莫耶和女婿干将4人一起到闽浙一带的名山大川寻找合适的铸剑地方。当他们来到松溪的战卢山时，发现此处有山有水有树林，而且矿产十分丰富，是非常适合铸剑的场所。他们就在此地安家了。就这样子，敲敲打打的过了3年，欧冶子终于铸造出锋芒盖世的战卢之剑。传说欧冶子炼成宝剑后，为测其性能，挥起宝剑就朝巨石砍去，巨石当场就裂开了。一剑巨石分虽然只是个传说，但战卢剑的锋利却是有史料可查的。据《吴越春秋》记载，欧冶子的战卢剑名列5剑之首。大诗人杜甫也曾在自己的诗文中写道：“朝氏兼容服，君王按战卢。”可见战卢剑已经成为锋芒锐利的代名词。但是这把出之有神、服之有威的战卢剑却没有永驻人间。战卢剑在吕毅其主之后被抗金英雄岳飞所得，但自岳飞风波亭遇害后，战卢剑就不知下落。据说最后战卢剑落进了当时造此剑故乡的一个碧水深潭中。七星龙渊剑是欧冶子所造第一把铁制宝剑。据说欧冶子当初为了造这把宝剑，他凿山取水、挖山取矿及天地灵气，以巧夺天工的技艺才锻造出此剑。又因为凿的是瓷山，所以与太阿、工部一起并称为欧冶子瓷山3剑。七星龙渊剑的名字也是大有来头，是欧冶子在锻造时将瓷山之水引到剑炉旁，形成了北斗七星之状，所以它号七星。建成之后，俯瞰剑身，宛如登高山而临下渊，剑身明如秋水，仿佛有巨龙盘卧，故此名号龙渊，合起来就是七星龙渊剑。龙渊剑建成之后，削铁如泥，号称天下至宝。最初为越王所得，后归吴王。吴王赏给伍子胥，伍子胥身死后就下落不明。直到隋唐时期，龙渊现身于唐高祖李渊的手中，后归于李世民。为了避讳李渊之名，龙渊自此改名龙泉。李世民去世后，随之一同陪入陵墓。
自此，天下闻名的第一把神剑就消失在人间。唐代以后，所铸宝剑皆以龙泉为号，龙泉自此就不再是一把宝剑，而成了古代宝剑的象征和代名词。直到今日，龙泉剑已经成为宝剑的商标，畅销海内外。欧冶子锻造的湛卢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，所铸造的七星龙渊剑揭开了铁制冷兵器的历史。那他铸造的最后一把剑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欧冶子会劳累而死呢？欧冶子的最后一剑是尊贵无比的纯钧剑。欧冶子一生铸剑，所追求的就是铸剑的极致，而纯钧剑就是其最好的写照。关于这把剑，还要从越绝书中的记载说起。越王勾践有5把宝剑，天下皆知。有天，一位名叫薛竹的相剑大师来到越国，勾践听说后，就找他来相一相自己的5把宝剑。薛竹来后，越王先是客套一番，之后便洋洋得意地让人去取豪曹，打算先试试他的斤两。豪曹也是众人仰慕的名剑，但没想到薛竹一眼便瞧出此剑的出处，令越王十分惊讶，连忙让人去取巨阙。谁知巨阙取来后，薛竹却是一副兴趣奄奄的态度，这不免让越王脸上挂不住，有些生气的让人又去取剑。这回薛竹可能也意识到了什么，就问越王此次取的是何剑。越王答道：纯钧。没想到薛竹听见这2个字后大惊失色，愣了半晌后，忽然飞奔下了台阶，就在底下睁大眼睛等待着。纯钧剑到之后，他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然后亲自接过，仔细的端详之后，颤抖着问越王：这就是纯钧吗？越王肯定，并说有人想用千匹骏马、3处富乡、2座大城来换。薛竹听后立刻否定，然后连夸带捧的一顿说辞，之后感叹纯钧剑是当时的剑类至尊，纵使再多金银也无法获得这件宝物。纯钧剑是一把无法复制的宝剑，此剑耗尽了欧冶子最后的精血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只是可惜此剑一直只有文字记载，至今也没有实物，令人无比遗憾。往事越千年，欧冶子的铸剑技艺在龙泉深深扎根，世代相传。直到今天，为了纪念龙泉宝剑鼻祖欧冶子，后人在剑池湖建了剑池亭和欧冶子将军庙，更是塑造了欧冶子的铜像，让剑湖成了一方千年古迹。欧冶子和这3柄绝代的剑，你是更喜欢铸剑师呢，还是这3把宝剑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，请点点关注。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